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先锋君，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《海贼王》特别篇《黄金之心》。眼前的黄发小妹出生在200年前突然消失的钢铁之岛阿尔凯米，那里盛产一种特别的金属——纯金。这是一种传说中的金属，据说可以在黑夜中闪闪发光，就连天龙人和世界政府都想要得到。黄发小妹的出现让世界政府知晓了阿尔凯米还有后裔存在，于是联合海军囚禁了黄发小妹，企图利用它找到纯金。然而海军船队行至新世界的某段航路时，被身份不明的3人团伙袭击了。3人分别是锁链男、卷发女和涂鸦小哥，他们都是恶魔果实能力者，身手十分了得。他们是受到了那位掌管全世界20%黄金的超级大富豪佐罗之托，特意来绑架黄发小妹，目的当然也是纯金。双方展开大战，海军的舰队被全灭，但是古灵精怪的黄发小妹利用一只可以在海上奔跑的大蜥蜴，从锁链男的眼皮下面逃掉了。逃走了，那自然会和主角团相遇。罗宾一眼就认出了黄发小妹衣服上的花纹，那是传说之岛阿尔凯米的纹饰。阿尔凯米拥有纯金，从太古开始，人们就在寻找纯金。不过据说得到纯金的人会给自己招来横祸，一听说是宝藏和财富，路飞等人都非常感兴趣。但是黄发小妹并不想将这些秘密分享给这些陌生的海贼。没想到一转头，草帽团已经全团换好了衣服，准备寻宝之旅了。黄发小妹对草帽团很不信任，一方面对他们的为人不信任，一方面对他们的实力不信任。像他们这种弱小的海贼团是不可能接近纯金的。娜美拿出通缉令，告诉黄发小妹，自己这一方的人可是有保证书的，悬赏金过亿的人有好几个呢。原来他们挺强的嘛。黄发小妹决定和草帽团暂时合作，利用草帽团找到纯金，然后再甩掉他们，自己将纯金私吞。这个孩子有一个毛病，就是心里想什么就会说出来。他将这些话原原本本的讲了出来。娜美告诉大家，黄发小妹将会和我们合作，但是她最后会甩掉我们，所以大家要小心。这时候拥有见闻色霸气的3巨头突然感觉到了杀气，铁链男3人组开着海盗船从阳光号的侧面夹击过来，向草帽团发射爆炸箭。索隆在空中将箭拦截下来，娜美一看认出那个锁链男就是宝藏猎人，自己以前和他有过接触，是一个为了宝藏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家伙，非常难缠。锁链男的能力非常棘手，他手腕一抖，手中的锁链就如毒蛇一样窜出去，将黄发小妹绑了个结实。锁链男将黄发小妹往回一拉，幸好乔巴和路飞反应迅速，死死抓住黄发小妹不放手，双方都拉紧了锁链，争夺黄发小妹，谁也不肯放手。眼看黄发小妹就要被勒死了，索隆一刀砍断了铁链，黄发小妹被甩了出去，手中的戒指也甩飞掉进了海里。其实那枚戒指就是找到纯金的关键，在戒指内侧还有一小块纯金，十分耀眼。正在大家因为失去线索而感到惋惜的时候，突然海面一阵涌动，黄发小妹大叫一声，不好，灯笼大人来了。只见一条巨大的灯笼鱼从海底钻了出来，张开巨口就吸入海水，准备将草帽团和锁链男一行人一起吃下去。锁链男迅速向回逃走，黄发小妹告诉草帽团，阿尔凯米这个梦幻岛其实就在灯笼大人的肚子里，那里可是储存着大量的纯金。草帽团一听，赶紧掉头向灯笼鱼肚子里冲进去。锁链男一看草帽团调转船头，立马意识到了纯金所在，于是也马上掉头追了上来。两艘团进入了灯笼鱼的嘴里，开始了争夺战。路飞为了避免阳光号撞到灯笼鱼的小舌头而飞出船外，黄发小妹骑着大蜥蜴跳下船去救路飞，其余的人则与锁链男一起顺着海水通过了灯笼鱼的食道，掉进了胃里。黄发小妹把路飞救起来，带路飞来到了胃里。她告诉路飞，灯笼大人一共有3个胃，这里是1号胃，如果能穿过2号胃来到3号胃，就能找到堆满纯金的阿尔凯米了。黄发小妹带着路飞在岛上闲逛，结果被一群恐龙袭击，路飞一拳就干倒了其中一只，其他恐龙都被吓跑了。黄发小妹非常兴奋，他们把恐龙烤熟，饱饱的吃了一顿。黄发小妹告诉路飞，自己200年来第一次吃肉，以前都是吃岛上的果子和流进来的鱼。200年？路飞问黄发小妹，你活了200年？原来200年前，黄发小妹和父母生活在阿尔凯米，结果父亲制造的纯金引来了很多海盗，母亲也因此被杀。父亲将一枚戒指交给黄发小妹，黄发小妹想把戒指扔掉，但是上面纯金的光芒引来了灯笼大人。灯笼大人一口吃掉了半个阿尔凯米，还把黄发小妹和他父亲一起吞进了肚子。父亲可能在那个时候已经死掉了。200年来，黄发小妹一直是独自一人生活。前不久，她突然闯了出去，跑去外面玩，
结果被世界政府的特工和海军抓了起来。黄发小妹说自己知道出去的方法，所以如果路飞他们想带着纯金出去，就必须听她的。这时候一条铁链突然袭来，路飞一拳弹开，铁链男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出现，和路飞打了起来。双方互相打了几个回合后，铁链男微微一笑，身后显出了许多人。原来来到这里的可不是铁链男一个人，他的手下已经将讨伐团的娜美、乌索普、乔巴、罗宾、布鲁克给绑架了。刚刚是由于涂鸦男颜色果实的原因，将所有人给伪装隐身了，所以路飞并没有注意到。铁链男以伙伴的性命做威胁，让路飞不要动手，并用铁链将路飞给死死的绑住了。这下草帽团应该是没戏了。铁链男让黄发小妹给他们带路去寻找纯金。黄发小妹提出2个要求，第一个，纯金要分他一半；第二，把路飞丢在岛上，自己可不想看到路飞当着他的面被杀死。于是铁链男就真的将路飞绑紧后丢在了岛上，以为一会儿胃酸就会涨潮，路飞就会被消化掉。这真的是反派犯的最大的错误啊！在胃酸快要涨上来的时候，岛上的恐龙跑了过来，将路飞作为食物带回了巢穴。在这里，路飞见到了一个黄头发、十分肥胖的大叔。大叔替路飞解开了铁链，告诉路飞自己是200年前被这只灯笼鱼吞进来的，已经好久没和人说话了。因为岛上恶龙很多，逃又逃不掉，只好自己伪装成小恐龙生存下来，每天吃的只有肉。路飞插话说：“有肉吃多幸福啊！岛上还有人200年没吃过肉呢。”黄发大叔问：“还有人？”路飞说：“有一个黄头发的小妹妹。”黄发大叔立马意识到，她就是我的女儿啊！黄发大叔听路飞说要去救女儿和伙伴，也要跟着一起去。可是要渡过这胃酸海洋，必须得有一艘不会被溶解的船。大叔去找材料造船，路飞则被一个熟悉的面孔吸引了注意力。远处有一只黄色的大蜥蜴正呆呆地看着他们，那相貌和黄发小妹骑的绿色蜥蜴一模一样，应该是同一个品种。那么只要骑上它，就可以渡过胃酸海洋了呀！黄发大叔尝试跟大蜥蜴交流，他们已经在岛上装恐龙装了200年了，恐龙的语言他略知一二。他告诉路飞，只要能扮上鬼脸让他笑出来，就可以和他做朋友。这对于新世界最逗逼的海贼草帽路飞来说，还不是简单的一批。他努力撕扯自己的橡胶脸，让对方笑出来，但是大蜥蜴只是面无表情的看着路飞，那表情仿佛在说大笨蛋。黄发大叔说，扮鬼脸是一种技巧，需要一种落差，比如我英俊的外表和扮成的鬼脸形成落差，就会产生爆笑的效果。首先看我英俊的外表。此言一出，路飞和蜥蜴已经笑成了一团。黄发大叔虽然很无奈，但好在蜥蜴答应帮助他们了。二人坐上蜥蜴渡过了胃酸海洋，成功的来到了2号位。大蜥蜴因为长时间在胃酸里奔跑，腿都要被消化了。黄发大叔让路飞停靠岸上休息一下。路飞看到了阳光号，他跑了过去。这时涂鸦男带着手下包围了路飞。涂鸦男利用复制喷雾将手下的脸变成了索隆、山治、弗兰奇的脸，但是身体还是原来的样子。路飞将他们全部打飞。涂鸦男又将手下变成了黄发大叔的脸。这一下路飞不敢贸然出手了，他不知道哪个才是真正的黄发大叔。路飞让黄发大叔扮一下刚才的鬼脸，黄发大叔于是照做。路飞一边大笑，一边用子弹乱打，将其余的冒牌货全部打飞。涂鸦男见对方太强大了，只好用隐身喷雾逃走了。另一边，锁链男带着黄发小妹和娜美等人来到了3号位，找到了阿尔凯米。众人登陆小岛去找纯金，大家来到一个好像神庙一样的地方。锁链男派一部分手下进去看看，结果似乎遭遇了某种机关，全军覆没。布鲁克提出来自己打头阵进去看看，因为他就是个尸体了，不怕机关。大家来到神庙内，在一个房间，他们看到了一个孔雀琴，上面有提示说，只要能弹出正确的曲子，就可以找到纯金。弹琴的任务当然只有布鲁克来完成了。布鲁克按照琴谱上的曲子认认真真的演奏下来，可是最后2段因为琴谱被破坏了，无法知道后面的音符是什么。布鲁克尝试了几个，结果因为弹错而触发了机关，有剑雨袭来。罗宾用果实能力替布鲁克挡住。第2次，布鲁克再次弹错，乔巴则冲下来挡住剑雨。有了乔巴和罗宾在身后，布鲁克丝毫不慌，他只担心如果自己再弹错错误，会给伙伴带来危险。黄发小妹将这一切看在眼里，她想起来娜美和她说的一句话，伙伴是用来相信的，不是用来背叛的，于是勇敢地站了出来。这首曲子她再熟悉不过了，是母亲经常唱给她听的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父亲用这首曲子来做通关曲。黄发小妹将曲子完美地哼唱出来，布鲁克根据她的哼唱终于将曲子正确地演奏出来了。
他告诉黄发小妹，曲子里藏着的是父母对孩子的爱。曲子演奏成功了，通往另一个房间的通道打开，黄发大叔帮助大蜥蜴包扎好了脚，这样他就能挺过胃酸海了。这时候，山治和索隆每个人背着许多金属零件回来了。脸盲症路飞以为两人还是冒牌货，先打一顿再说。确认了身份后，路飞才安静下来。弗兰奇也带着金属零件回来了。要想让阳光号通过胃酸海，就必须在船上修补一些钢铁保护铠甲。山治听说罗宾和娜美被抓起来了，急不可待地利用空中漫步跑去营救。路飞和黄发大叔索隆也乘着大蜥蜴先离开了，留下弗兰奇修补阳光号。锁链男带着娜美等人来到一处断崖，提示板上写着射中了对面的目标，桥就会放下来。射击的任务当然是乌索普登场了。一番努力后，吊桥放了下来，一行人顺利通过。而路飞、索隆、山治、黄发大叔也终于来到了3号位，找到了神庙位置。但是铁链男的手下卷发女和涂鸦男都在这里埋伏。卷发女先是用爆炸剑来干扰几个人，山治和索隆决定先留下来对付敌人，路飞则带着黄发大叔冲进了神庙去找娜美他们。铁链男他们终于来到最后一道门，这里有一个金属鳄鱼头，鳄鱼的嘴巴张得很大，门就在嘴巴里，但是只有1把钥匙，却有18个钥匙孔，每插错一次，鳄鱼嘴巴就会越来越沉地压下来，钥匙孔内还会有电流涌出进行电击。娜美负责插钥匙，乔巴、乌索普、布鲁克负责扛住沉重的鳄鱼嘴巴。结果娜美不断的插错，不断被电击，最后还剩下2个孔的时候，娜美支撑不住倒在地上。黄发小妹想也没想，冲过去捡起钥匙，然后思考了一下，插进了左边的钥匙孔内，结果还是选错了。黄发小妹被狠狠地电了一下，鳄鱼嘴巴也更重地压了下来。就当大家支撑不住的时候，路飞和黄发大叔终于赶到了。路飞一拳打碎了鳄鱼头，然后霸气地对铁链男说：“你这家伙对我的伙伴做了什么？”铁链男说：“当然是工具了。”路飞愤怒地冲上去就是一拳，二人打了起来。黄发大叔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女儿，200年了，女儿一点都没变。而黄发小妹也看到了自己的父亲。黄发大叔看着自己的女儿，没说什么，只是告诉他和路飞他们一起离开。然后大叔触发了一个机关，地面裂开，路飞等人和黄发小妹一起跌入下面。这里是黄发大叔曾经的实验室，纯金也在这个地方。路飞说，那个大叔听说女儿还活着，激动地哭了。黄发小妹一直以为父亲是个害人精，也绝对不会关心自己。听到路飞这样说，还是吃了一惊。罗宾在实验室里找到了黄发大叔的日记本，有一页这样写着：决定制造出纯金这个禁果。我明白，作为一个科学家，这是不应该的。但为了治好女儿的不治之症，我决定将灵魂出卖给恶魔。在纯净的光里，有能够让万物生长极度放缓之力。在这个光的照耀下，女儿病症的恶化应该也能够得到缓解。黄发小妹想起来，父亲曾叮嘱自己，戒指千万不要摘下来。罗宾说，戒指里有纯金，似乎也是为了阻止病症恶化。黄发小妹惊呆了，所以父亲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。妈妈因为纯金被海盗杀死了，黄发小妹却一直责怪父亲，称他为混蛋爹。现在想想，父亲一定十分悲痛，然而自己却一点都不理解，对救了自己的父亲居然憎恨了他200年。黄发小妹想到这些，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。不出意料的，黄发大叔被铁链男抓住了。不过为了防止别人夺走自己的实验成果，他早就准备了炸药。此时他当着铁链男的面按下炸药的起爆键，山洞瞬间地动山摇。路飞等人也受到了波及，他们抱着一颗纯金跑出实验室，山洞几乎要崩塌了。不过大家逃跑的时候，纯金掉落了，铁链男刚好捡到了它。纯金是可以延长人寿命的东西，因此天龙人才垂涎3尺，想要将其据为己有。现在这种绝世宝贝归自己了。路飞和铁链男迎来了最终的决战。铁链男利用了纯金的力量，路飞则使用了武装色霸气，两人拳头对拳头，硬刚彼此。打着打着，胃酸慢慢开始涨潮，过一会儿可能会将陆地都覆盖掉。突然，从胃酸海洋里冲出一个巨大身影，大家一看是弗兰奇将军。加固的阳光号也停靠过来了，这样大家就有救了。山治对战涂鸦男，虽然涂鸦男能够隐身，但山治的见闻色霸气也不是白给了。这种水平的隐身简直就是小孩子的把戏。对于会隐身的人，山治总是莫名的憎恨。人只有亲眼看见了女澡堂不是亲眼看见了梦想才甘心，而山治的梦想就是拥有隐身的能力。他飞起一脚，全身几乎都在燃烧，一脚将涂鸦男秒杀。卷发女用爆炸剑袭击索隆，索隆仅用1把刀就将所有的箭袋打飞，一刀流36烦恼风，
将卷发女瞬间击倒，接着一刀砍到卷发女的眼前，她已经吓晕了。铁链男用铁链缠住路飞的手臂，路飞一拳打断了铁链。铁链男使出了狂人大锁链，利用铁链将自己身上包裹住，冲向路飞。路飞一点不虚冲了上去，紧接着路飞使出了3档，巨大的拳头一拳又一拳的招呼到了铁链男的身上。铁链男身上的铁链被打得粉碎，打败了敌人，大家准备出逃了。与刚刚的战斗，灯笼鱼有了反应，似乎要呕吐了。向外的海流越来越猛烈，快要到达嘴巴的时候，弗兰奇启动了阳光号的逃跑系统风来炮，一口气喷出好远，终于成功的逃出来了。灯笼鱼最喜欢纯金，它把胃里的纯金都溶解掉，集中在灯笼里。所谓拥有纯金就会招来横祸，指的就是招来灯笼鱼。可是纯金没了，黄发小妹的戒指也没了，她的病怎么办呢？小八问她得了什么病。黄发大叔难过的说，是南海皇帝热，一种不治之症。乔巴惊呆了，这病现在已经有了特效药，才不是不治之症，只要打个针就能好。乔巴说着掏出一个针管，黄发小妹吓得尖叫着逃跑，但是还是被乔巴摁住打了一针。当草帽团驾船离开时，黄发小妹嘴上说真是清静了不少，然而自己却伫立在海边，看着他们远去的方向，看了好久。本期故事到此结束。